你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第一个中文播客。在这个播客中，我会说得很慢，我会谈谈我从大理到丽江，并且在丽江的一天是怎么样的。其实我现在已经从云南回来了，我拍了很多素材。本来我是想做成 vlog 的形式，但是我想想，我可以做一个慢速中文播客，这样也许对你们的帮助更大。记得点击字幕按钮，我添加了中英文字幕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在前一天晚上预约了从大理到丽江的顺风车。第二天早上收拾好东西后，我站在院子里给认识的朋友发信息，告诉他我要走了，我有一个东西想给他。这时候他刚好出来了，他说他想送我。跟他道别之后呢，我坐上了顺风车，1个多小时就从大理来到丽江。这是我在丽江住的房子，这个小院是丽江古镇里的木房子。房间里有一张1.8米的大床，2张桌子。卫生间呢，有一个洗手池，一个马桶，一个浴缸。房间外面有一个露台和一个阳光房，没事的时候可以坐在外面晒晒太阳，吹吹风，很舒服。这个小院有特别多的绿植，还有一棵百年梨树。有一只叫棉花糖的小狗，它洗完澡的样子尤其像棉花糖。还有一只叫国庆的白猫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它可能是国庆节来到这里的吧。到丽江的时候是下午，我放好东西就出去逛逛找吃的，去了一家老板推荐的米线店。我点了一份鸡丝米线。回到小院后，老板喊我去写毛笔字。这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写毛笔字。写毛笔字呢，最重要的是握笔要垂直。我一笔一画认真地写完了这张字帖，花了1个多小时。我感觉写毛笔字不但可以练字，而且可以帮助我们静下心来。第二天我忙完工作，准备去古镇好好逛逛。这丽江的天气，你看着有很大的太阳，但是呢，其实温度只有20多度。晒晒太阳让人觉得很暖和，很舒服。古镇里开着各种各样的鲜花，有白色的、粉色的。一些人坐在河边吃饭，看着很惬意。还有一些人特意租了汉服拍照。我看到一对刚结婚的新人，穿着红色的汉服拍婚纱照。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这个慢速播客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这对我意义很大，我也会更有动力做接下来的视频。我走进了一条美食街，里面有一家小店，店里的装修很有意思，有很多假花的装饰。我坐在一个灰姑娘的南瓜马车里，老板把菜单给我，我翻看菜单，最后点了一份野生菌菇炒饭。野生菌菇也是云南这边的特色，当然你要小心，
因为我听说有些人因为吃了野生菌菇食物中毒。不过大部分本地人他们是能够判断这个野生菌菇是不是有毒，他们大概率也不会卖给你有毒的野生菌菇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吃完饭，我去找一家糖水店，走到门口看到有7、8只狗，门旁边还有宠物零食，我以为我找错地方了，我以为是宠物店。但是其实老板是一个爱狗人士。我点了一份焦糖布丁，上面有一个冰淇淋球，特别好吃。中国人在形容甜品好吃的时候，我们会说不太甜，很好吃。虽然甜品是甜的，但是如果太甜了，我们会觉得不好吃，太腻了。最后我吃的一点都不剩了，逛的差不多的时候，我就导航走回去。导航把我带进了一条没有人行道的马路，有点危险，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走了。在我的左手边看到一栋正在建的房子，我走过了一个小木桥，穿过小巷子就到了。棉花糖正在门口迎接我，他让我陪他玩他的玩具。晚上的小院特别安静，我带你们简单逛逛。穿过走廊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茶室。另一只猫回来了，它叫大美，它的胆子很小，每次国庆看到它都要把它赶走，它只能偷偷回来吃东西。我坐在椅子上，一边听音乐，一边刷手机。这就是我在丽江的一天。你觉得这样的生活怎么样呢？最后感谢你们的观看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，欢迎你们点赞、订阅，那我们下次见。OK。